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出身，我之所以这个多年来啊，这个我遭受了各种挫折。我从1989年我就被抓起来过，我被关了很长时间。我在里边被关的时候是戴着脚镣手铐，戴了8个月。我戴的是死刑料砸在脚上的。我现在的脚脖子上留下的痕迹，无法哪天我可以展示展示，让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敢光脚，因为那是死刑料留下的这个痕迹。我手脖子上留下了死刑铐的结晶，戴了8个月啊，这是1989年发生的事情。那么到了后来2003年，我又再一次的被双规，因为河南郑州王有杰书记的事件被中纪委双规，然后呢18天几乎要了我的命啊，这个感觉是很深的。后来又发生了刘志华的这个事件，几乎也灭了我的家族。接着这到了这个2013年开始啊，2014年又发生了李友的事件。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生命的轨迹，都是跟司法之间发生各种的事情，几乎每次都要灭我的家，灭我的命。而且在1999年那次事情当中呢，是警察开枪把我的弟弟18岁的弟弟当场给打死了。啊，我的弟弟当时被开枪打死以后呢，送到了当地的中原油田的一个医院，公安人员不让医院给我弟弟治疗，一直在流血。在这个24小时以后，我弟弟流血死亡。我被关了这个1年多，将近2年，从里边放出来，然后我到了这个火葬场，就抱着我弟弟的骨灰盒回到了我山东的老家。这是在中原油田发生的事情。从那一天呢，我发誓，就是我一定要为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去做我的努力。当然了，我要求做之前，我首先得让我强大，首先得让我成熟，我得有这个能力。所以我第一要赚钱，第二呢，让我自己成熟，多学习，多看书啊，多跟这个国际上的成熟的有法治的国家呢去学习去沟通，才有了我后来我的今天。那么这些行动已经证明了，我后来在刘志华事件当中，还有在这个中纪委2003年被双规当中，我严格的坚守了我公司对外的文化。那就是我企业一定是坚守法律的红线和道德的红线。如果任何人在任何国家，不管有没有法律系统，这个道德红线坑蒙拐骗、欺男霸女，那是一定会被天灭的。因为我是佛教徒，那一定会得报应的。法律红线就是不管这个法律成不成熟，我们得坚守法律红线。所以说，你看我被刘志华命令警察查了我也将近2年，我没有犯罪。啊，要不然我就被刘志华同志给弄死了，那不是他双规我就完了。然后呢，明确让我离开北京，滚出北京。当时说了，这地方哪是你玩的呀，奥运村，这9个大脑袋也不是哪个人都能玩的呀，也只能3个大脑袋玩，哪凉快去哪玩去。这刘志华先生的原话。我说您这不是流氓吗？说你见过这流氓吗？我说我今天我见了，这是我们俩对话。然后他说你在旁边找上几千亩地去，我批给你，把这地方我已经给我朋友了啊，跟你说实话。给我朋友了。我说那你这是强盗啊？说你见过这强盗吗？我说我今天见了。我说刘副市长，如果您这样做的话，咱俩一定要有一个倒下的，不是你就是我。完我就离开了他办公室。他说你要是不是有关领导让你来，我一定让你出不了这个门。这我感触颇深，因为我有当年89年的那次的这种血的经历，弟弟的命给丢了。然后呢，我又是在里边待那么长时间。死刑料脚铐被戴8个月的感觉，你们是无法想象的。还有后来2003年又被双规，这2013年又出现了这个事件，这个感受是我的人生经历是难以想象的。后来从河南裕达建设，我投了3亿多美元，没人带给我钱。然后到北京的发展，后来我在海外做金融，我深深的知道了，在中国这个土地上，我们这种穷人家的孩子，事实上就是血统论。啊，现在是深植于民心。原来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就从胡淑丽女士的报道和博讯的报道，他们所有讲的是郭文贵是个穷光蛋，是个农民。所以说这种人是可以欺负的。为什么在中国像我们这种企业家和商人，说句难听的话，不就是认宰的羔羊吗？认宰的，我如果是有政治背景，或者说我有政治势力，能有这一系列的发展吗？原因很简单，没背景，我又有钱。赚了钱了，大家都追着你的钱来了，所以一回一回的都是因钱而生祸啊。所以说你看吴增先生这事儿也是他觉得你没有政治背景嘛，敲你钱就敲你钱了。这一系列的事情跟钱有关系，同时跟他没背景关系。但最核心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没有法治，
没有说话和说理的地方。如果中国有像明镜电视，像我这样人能站出来说话，可能我弟弟不需要流血死亡，我不需要被这中纪委双规18天把我打成那个样子，也不需要刘志华先生把我楼给收了，然后最后又还给我。如果刘志华先生对了，这楼不用还给我呀，对不对？然后像李友这事情，也不至于说李友都被抓了，我家人也被抓，不需要。所以说现在有关领导说文贵你不要说话，我非常的反感。你为啥不让我说话呢？我说错话我承担责任，我说错了你可以治我的罪。你们也查了也问了，我要讲话不就是我基本的一个公民权利吗？你不让讲话，那我永远是你们讲话，那还有真理吗？所以我想给这些网友说呢，大家不要激动，叫别人抓住你的把柄。你比如说咱现在有些人被抓起来了，就是因为你过激的行动和错误的行动被人家给抓住把柄。我们要保留和保持我们说话的权利和空间，我们要现实一点，先把这个眼前的事情做好，对我们是理想和这个追求的目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我这些年只用10%的时间去赚钱，我赚的钱非常的成功。我可以说我在海外，我现在我的基金里边控制几百亿美元，我已经不需要赚任何钱了。而且我的合伙人都是国家元首和国家这个级的基金，我也不需要赚钱了。我在这块光吃这个每年基金给我的钱我也花不完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想说的，我一点安全感没有，我一点快乐都没有。我现在我在这个推特里面找到了快乐，我找到了温暖，我找到了安全，因为我能说出我的心里话来，因为我不敢想象我过去的经历。就像我每次我在我的飞机上，我花了1亿多美元买了一架飞机，可我在飞机上我害怕，为什么害怕？我就害怕有一天我再回到那种看守所打上死刑撂死刑铐的感觉，我害怕有人暗杀我，我这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不害怕，我只能去面对，敢于面对，不是不害怕。我担心像刘志华事件一夜之间宣布这东西都是他女朋友的了，我担心的是像李友这事件，一句话就把你东西给你没收了，你家人就给你抓了，是因为害怕，因为我的恐惧告诉我，我不能恐惧，不能害怕，因为我的恐惧害怕就是敌人的工具，制约我们的手段。我希望我的恐惧和害怕能让我坚强，